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累已经不是睡一觉就能好的那种累了。你睡了7-8个小时，醒来还是像没充满电，上午靠咖啡启动，下午靠奶茶续命，晚上明明困得不行，躺下又继续刷手机，第二天醒来循环继续。最难受的是你去体检，空腹血糖正常，肝肾功能也没大问题，医生说多休息少熬夜，可你自己知道身体就是不对劲，不是疼，不是病到起不来，而是整个人像被调低了亮度。我越来越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所谓的懒、没精神、不自律，不一定是人格问题，也不一定只是心理脆弱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活系统本身出了问题。高糖、高压、久坐、睡眠不足，正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代谢加班的状态。你不是突然变废了，你可能只是被现代生活一点点的耗到没电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从一个常被忽视的词讲起，胰岛素抵抗。先说明，它不是让你拿来给自己贴标签的词，也不是看几个症状就能自我诊断，但它确实是理解现代疲劳、腹型肥胖、血糖边缘、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的一把钥匙。咱们今天从7个方面来开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说的第一点，那就是其实身体早就提醒过你，只是你没有把它当回事儿。胰岛素抵抗最麻烦的地方，不是它立刻把你击倒，而是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明明还能正常生活，却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。你可以上班，可以学习，可以社交，但你越来越依赖咖啡、糖、外卖和周末补觉。第一个常见情景就是餐后锻炼，吃完午饭没多久，大脑开始发雾，眼皮发沉，开会像隔着一层玻璃听别人讲话。饭后困本身很常见，不能直接说明你就有胰岛素抵抗，但如果每次吃高碳水高糖的东西都明显困，而且长期伴随腰围增加，容易饿，血脂异常，那就不该只用吃饱了都这样来解释了。第二个场景是肚子先变大，很多人不是全身胖，而是腰腹越来越明显，四肢看着还行，体重也未必超标，但裤腰越来越紧，坐下时肚子越来越挤。这里我想强调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点，胰岛素抵抗不是胖人的专属问题，瘦但肚子大的人反而更容易掉以轻心，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到需要担心健康的程度。第三个场景是吃完没多久又饿，而且特别想吃甜的，不是那种优雅的想吃点东西，而是心里发慌，手边必须有面包、饼干、奶茶、薯片。饥饿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，但如果你的身体总是在吃了很快就饿，饿了又想吃甜的循环里，就值得看看自己的饮食结构和代谢状态了。第四个场景是皮肤给出的信号，比如脖子后面、腋下、腹股沟出现洗不掉的暗沉、粗糙和增厚，有些人以为是没洗干净，拼命搓，其实这可能是黑棘皮症的一类表现。它不能单独诊断胰岛素抵抗，但确实是一个值得就医评估的线索。这支影片最想提醒的不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人，而是那些刚刚开始不对劲的人，因为这个阶段最尴尬，你还没严重到必须治疗，却又不舒服到影响生活，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，改变才最有价值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点，那就是胰岛素抵抗，它到底抵抗的是什么？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你吃下米饭、面条、奶茶、面包之后，身体会把其中一部分转化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。胰岛素就像一个信号，它告诉肌肉、脂肪和肝脏这些组织，血糖来了，把它收进去，用作能量或者存储起来。正常情况下，这套系统很聪明，血糖升高，胰岛素出来帮忙，血糖回落，胰岛素也降下来。问题是，现代人的身体经常不是偶尔被叫醒，而是一天到晚被敲门。早餐的精致碳水，
午餐外卖，下午奶茶，晚上零食，再加上久坐、压力和熬夜，久而久之，身体的组织可能对胰岛素这个信号变迟钝，它不是完全听不见，而是反应变差了。为了维持血糖看起来正常，身体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。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很关键的情况，血糖可能还正常，但身体已经在用更高的成本维持这个看起来的正常。所以体检正常不等于身体没事儿，有时候只是检查项目太粗，或者身体还在硬撑。普通体检很重要，但它更像一个报警器，擅长发现已经比较明显的问题。它不一定能告诉你，为了让这些数字看起来正常，你的代谢系统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。接着我们来说第3点，其实真正危险的不是糖，而是无意识的反复吃糖。我不想把糖讲成一个绝对反派，偶尔的喝一杯奶茶呀，吃一块蛋糕，不会因为这一口就毁掉人生。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糖和精致碳水频率的感知。以前甜味像奖励，现在甜味像背景噪音。早餐面包，午餐外卖酱汁儿，下午奶茶，晚上零食，周末聚餐。你可能没有认真吃甜品，但身体已经被糖和精致碳水反复敲门很多次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糖不是以我很甜的样子出现的，果汁看起来很健康，调味酸奶看起来也很清爽，能量饮料看起来像提神工具，很多加工食品也会通过调味让你越吃越想吃。现代食品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让你吃一次，而是让你在无意识中反复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是缺健康知识，大多数人都知道奶茶不能天天喝，知道熬夜不好，知道久坐伤身。我们真正缺的是一个能对抗环境的默认设置，因为今天的生活环境几乎把坏选择都放在了最顺手的位置。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讨论的是，胰岛素抵抗为什么会盯着我们这代年轻人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自律，先别急着骂自己。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环境本来就不友好，上班默认久坐，社交默认就是吃喝，压力默认要靠咖啡和糖顶过去，晚上默认就是刷手机续命。所谓自律，很多时候不是在和自己对抗，而是在和整个环境对抗。人类身体的很多机制就是在食物不稳定、活动量很大的环境里形成的。能量稀缺时，身体懂得存储是优势，可到了今天，热量便宜，糖随手可得，运动又变少，睡眠变短，这套原本帮我们活下来的机制，反而可能让我们更容易积累代谢压力。所以我更愿意把现代年轻人的累看成一个系统问题，不是说个人完全没有责任，而是如果你只是把问题解释成你太懒了，那就看不到真正的结构。食品环境、工作方式、睡眠节律、压力管理，全都在参与你塑造你的身体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改变不能只靠热血，你不能指望每天靠意志力从一堆奶茶、外卖、久坐、熬夜里杀出来。真正有效的办法是重新设计默认选项，家里少囤甜饮料，饭后默认走一走，工作中默认每小时站起来，晚上一到点就默认把手机放远。第5点，明明你的体检单正常，为什么你还是该认真看待呢？很多人最困惑的一点是，我血糖正常，为什么还要担心代谢？答案是，血糖只是其中一个指标，而且常规体检往往只看某个时间点的空腹血糖。空腹血糖正常当然是好事儿，但它不等于你的代谢系统完全没有压力。你还要看腰围、血脂、血压、AEC、脂肪肝、家族史、运动量、睡眠和饮食结构。如果一个人腰围越来越大，甘油三酯偏高，高密度脂蛋白偏低，又长期久坐和高糖饮食，那即使空腹正常，也不能完全说没有风险。这里我要把话说稳一点，
不要因为视频里讲的某个症状就给自己下诊断，餐后困、容易饿、肚子大、皮肤暗沉都不能单独证明你有胰岛素抵抗。正确的做法是把它当作提醒，然后和医生讨论是否要进一步评估。常见评估可能包含 AEC 空腹血糖，必要时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、血脂、血压、腰围、肝功能和脂肪肝相关检查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比起执着某一个网传指标，更重要的是看整体代谢风险。第6点，我这里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要改变，但不要做成了苦修。我不喜欢把健康讲成一种苦修，好像你必须今天开始戒掉所有快乐，才能换回一个正常的身体。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，这种建议根本坚持不下去。真正可持续改变，不是完美自律，而是先把几个最伤代谢的习惯降下来。比如，先把每天1杯含糖饮料改成每周1-2杯，先把饭后坐着刷手机改成走10分钟，先把连续坐4小时改成每小时站起来3分钟，先把凌晨2点睡往前挪半个小时。身体不需要你突然变成健身博主，它需要你停止每天给它制造灾难。第一件最值得做的事儿是减少含糖饮料，奶茶、可乐、果汁、能量饮料，这些东西很容易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摄入大量的糖。你不必发誓一辈子不喝，但别让它成为你的日常水源。第二件事是重组你的饭，不要让一顿饭只有白米饭、面条、粉、面包和甜饮料，要给它加上蛋白质、蔬菜、豆类或全谷物，让身体不用坐血糖过山车。第三件事是让肌肉重新参与生活，饭后散步、爬楼梯、深蹲、力量训练都在告诉你，葡萄糖不只能在血液里乱晃，它可以被肌肉使用。第四件事是认真对待睡眠，你可以偶尔熬夜，但不能长期靠咖啡和糖给缺觉续命。睡眠不是浪费时间，它是代谢系统的维修窗口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身体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账户。我们这代人最容易犯的错是把身体当做一个可以无限透支的账户，今天熬夜，明天咖啡，今天高糖，明天少吃，今天久坐，周末再运动。但是代谢系统它不是信用卡，它不会永远给你延期，它一开始不会立刻让你崩溃，它只会让你累、困、饿、胖肚子、注意力下降。等到血糖真的出问题，可能它已经提醒过你很多年了。所以这支影片真正想说的，不是让你害怕胰岛素抵抗，而是让你重新理解自己的累。你不一定是有病，也不一定没救，你只是需要开始认真听身体的信号，用更聪明、更低成本、更可持续的方式，把生活一点点的调回来。如果你长期疲劳、腰围增加、饭后困倦明显、血脂和血糖边缘异常，或者有家族糖尿病史，请不要靠视频自我诊断，也不要硬扛，把这些线索带给医生，做一次更完整的代谢风险评估。越早看见问题，越容易把方向改回来。现代生活已经足够消耗我们了，至少从今天开始，别再让身体一个人替所有选择买单。本影片仅为医学健康科普，不构成个人医疗建议，如需诊疗，一定要请专业医师评估，根据自身健康状态调整运动强度和生活方式，避免因个人的不当行为带来健康风险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把健康讲透、只讲科学不卖焦虑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家人。有任何建议和问题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。